淮阳魏国侯回家了！啊，这淮阳侯不是反贼吗？怎么还会准许他尸骨还乡啊？瞎说什么？淮阳侯是护国的大功臣，没有他，哪来今日的大胜啊？哟，这不是咱圣经无数贵家公子艳慕的高岭之花，第一才女谢瑜吗？怎么，你当真徒步800里把你父亲的遗骨接回来了？不过可惜，圣上口谕，淮阳侯是反贼，不准葬入大圣王土。家父自北平南下，苦守玉阳郡5年，为大圣一生戎马，唯有死后归乡与我母亲合葬。这一心愿，请大人通融。你是听不懂本大人的意思吗？你爹是乱臣贼子，不配进我们大圣的疆土。淮阳城近在眼前，仅一步之遥，请大人通融。你夫君正十里红妆，大张旗鼓地迎娶新妇，而你百帆招魂，披麻戴孝，为了送父归乡，屈尊降贵地给我磕头。怎么，谢大小姐，死了爹之后，连谢家的风骨也不要了吗？请大人通融。你我相识一场，想让我放你一马也可以。当年满圣京全城皆知，我缝住酒花万金求娶你谢瑜不成？你让本大人成为全城的笑柄多年。如今你只需当着众人的面跪爬着钉床过去，本大人便可既往不咎，准你开城造父。大人言而有信，言必行，行必果。好，我跪。慢着！只跪可不行，你还要在跪的时候言明因何而跪，别让别人以为本大人欺辱好人。好。淮阳侯不谢世，蒙圣恩100余年，本应以忠勤之心与天下更新，承继祖宗之旧。然龙昌寇侵，蛮夷肆虐，致使我城丢失腹地。谢氏犯罪有3，方仍打虏入关，丢失燕北16城，致使北地百姓流离失所。其罪亦大夏将前，臣一息尚存，臣如何能冷眼旁观，祖宗13代皆毁于旦？违抗圣令巨降，有妄存悖逆之心，损害两国交好，自遗祸患，其罪啊！他要断送赵圣先祖13代天下，臣绝非亡国之臣，陛下必是亡国之君。人生苦短，荒唐事不休。我汉古神宗马蹄声满天，四海任我游。淮阳侯，谢伯清，为待寇平，贼人死。于国不放前之时，独知此事，
收复失地，关羽就罪臣之女谢玉，待谢氏服罪，还请大人免在谢氏百年忠义，叩抬贵手，准我父亲一骨归土。好，不愧是淮阳魏国府小姐，句句称谢氏有罪，字字不离谢氏有忠。现在我们能进城了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快给谢大小姐让开。对了，淮阳侯定罪那天，谢伯清五马分尸，圣上亲自命我将残尸抛给野狼啃食，尸骨无存。不知谢大小姐这棺椁之中的东西又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可别跋山涉水的认错了爹，招了个孤魂野鬼回来。谁能想到你当真不远千里的去收尸？不如这样，你委身于我为婢，我带你去寻找你爹的残骨。你去晚了，可真就一块都没了。你胡扯！放箭！圣上口谕：谢氏拥兵擅权，抗制谋逆，九族诛尽，处极刑。谢大小姐得罪了。谋逆。那就一起死吧！还有蛮夷，蚕食鲸吞，内有强犯，各自为政，社稷兵符，国将不国，唯我谢氏死守国门，到最后却落得一个拥兵自重、尸骨无存的下场。也为啊星河独流淌，天晴浪昏君无道，若你不在身奸佞横行，家翁中有错付出口。将寂寞还原，狂野双肩，女儿红的不能带你回家。你来做什么？谢宇死了，谢宇死了，万箭穿心，尸骨无存。赵怀清，你食言了！虽然我答应过你放他一命，可也要父皇同意才行，这可怪不得我。二哥别急，虽然我食言在先，但是我一定会遵守承诺，送你去见他。谢宇，谢宇，快醒醒！是在喊种如是因，收如是果。
乾坤逆转，魂魄归我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谢雨，等你死后，你的魂魄我自来取。种如是因，收如是果。乾坤逆转，魂魄归我。这是乾坤逆转，我重生了。这是哪一年？不会青春那一刻，才能逃出因果，又一次擦肩过。隔着千年做长梦，梦醒了。华阳为国侯府，阿爹还在不在？大致28年7月15，阿爹出征这天。不行，渔阳是死局，有去无回。阿爹不能去。伯清，你带领我大圣精锐之师，此次出征，为保江山社稷，驱逐鞑虏，定能旗开得胜。臣必定竭尽全力，夺回燕北16州，不辱使命。好，朕为你壮行。收上口谕，谢氏拥兵擅权，抗制谋逆，九族诸界处极刑。他怎么来了？绵绵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快给陛下行礼！阿爹，陛下，幼女无知，请王恕罪。妇女情深至此，谢瑜理应来送行。出来就出来吧，怎么穿得如此单薄？侯爷，好了，快跟陛下认个错，然后就回去吧。阿爹，余阳你不能。陛下，臣有一求。
伯清，伯清啊，你这是何故？陛下，谢冕戎马一生，膝下无有谢于一女。她母亲早亡，这些年一直都是臣亲自教养。此次出征，切齿之躯，需家国，臣万死不辞。为了小女谢瑜的去处，令臣牵挂。伯清，这是何话？你的女儿就是朕的女儿，你尽管出征，谢瑜有朕，你自安心。陛下厚恩，臣感激提领。可沙场九死一生，臣若战死，阿爹，伯清的意思是，臣恳请陛下赐小女一道婚旨，许她一个庇护。朕早料到伯清对此事会有所后顾之忧，故朕早已让人拟好赐婚旨。谢瑜中意谁，伯清就让他写上谁的名字，朕亲自为他们指婚。臣谢主隆恩。谢瑜，谢主隆恩。行了，既然谢瑜来了，你们父女二人就好好道个别吧。爹，阿爹，绵绵，阿爹能为你做的不多。我知晓你心悦敬往殿下已久，虽然我对他多有不喜，怕他恐非良人。若你执意要嫁，便嫁吧。阿爹，渔阳你不能去，那是死局。你此次出征，皇上根本就没有想让你迎战杀敌，他是因为当年胡人救战，他记恨于你，才让你去渔阳，就是为了给胡人解恨嘛。阿爹，我说真的，现在内有军心难测，外有强敌硬缠，当务之急，我们要先想办法破局自救。傻丫头，阿爹我为官为将多年，如果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，何以立足啊？你知道真相，你去渔阳前你就知道这是个局，那你为什么要去？你为什么要去啊？生我者父母宗亲，养我者天下万民。几百年来家国3000里江山，让我如何拱手相让？可是驱除胡虏，救济思民，功成天命，王敢自安。阿爹，你既然知道这是死局，若是一去不回，那便一去不回。天地成肝胆，捐躯复国难。若能从万千水火挽救我巢于一二，愿以我血建轩辕。将士们，30功名尘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，此行收复故土，全我山河，不胜不归。收复故土，全我山河；收复故土，全我山河；收复故土，全我山河。阿爹。
关山万里，烽火连天，愿父亲天下所为之处，血泪得止，生路得开。女儿定不负教诲，承继父志，等您凯旋。绵绵，往后的日子好好照顾自己。我要为大圣搏一个世道安宁。不许哭鼻子！出征！身守在京中，于是切莫与人争执。若有委屈，可寻陛下，他自为你做主。今日一别，前路漫漫，凶险未知。您心怀百姓，心系家国，明知此去难回，却依然一往无前。阿爹，女儿一定会让你安然无恙地从玉阳凯旋归来。什么？皇上竟然赐了谢瑜一道无字婚旨？千真万确，现在外面都在传，谢瑜到底会选谁做夫婿？还能选谁？满京里谁不知道他喜欢靖王殿下？皇上膝下只有2位皇子，景王殿下腿脚残缺，将来大位必然是要传给靖王。若她嫁过去，那岂不就是未来的国母？好你个谢瑜，这么多年处处压我一头，他若做了太子妃，来日我还能指望些什么？不行，绝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兰心，小姐与三殿下两情相悦，既然陛下愿为小姐赐婚，小姐何不好风凭借力，促成这段姻缘？啊？姻缘？陛下，渔阳粮草短缺7个月，将士们现在草根果腹，树皮为食，请陛下调拨国库，为渔阳拨粮。玉阳的事，父皇与朝廷自有打算。你不在东宫好好待着，闹到御前，操这些闲心做什么？7个月，朝廷若有打算，也早该打算了。我能等得，可我父亲与苦守玉阳的将士们，实在是等不及了。再不放粮，他们。求陛下为渔阳拨粮。哼，妇人之仁。殿下，那太子妃她既然爱跪，那就让她跪着吧。求陛下为渔阳拨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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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夫君如今正十里红妆，大张旗鼓地另娶新妇，而你在这白帆引魂，披麻戴孝。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，
今宵红灯帐底，我鸳鸯做了太子妃又如何？他日祸起萧墙，谁来解我谢家之困？阿爹在玉阳九死一生，我要帮他，首先就是粮草。赵怀敬虽是未来太子，可他与皇帝同心，一心只想谢氏死，不堪托付。可若不想引人注目的用这道婚纸得到我想要的，赵怀敬又是最佳人选。小姐，请王殿下来访。赵怀玉，大哥平日当值辛苦，妹妹得了壶好茶，请大哥尝尝。别兜圈子，说。大哥御前侍奉，想必也听说了谢瑜得了婚旨的事了。现在整个京城啊，都传谢瑜要嫁给靖王殿下。我知晓大哥心悦她已久，此时再不出手，可就真的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了。出手？明日谢瑜进宫谢恩复旨，今晚是大哥最后的机会。小姐，请王殿下来访。赵怀玉，我这就来。小姐，今日的安神汤好了，先放着吧，我待会儿再喝。是。你怎么伺候的？小姐恕罪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有心的。罢了，我再换一件。绿华，你先去前厅，替我向景王殿下请罪，我换身衣服就来。是。你去伺候我更衣吧。是，奴婢这就伺候小姐更衣。奴婢去为小姐拿干净的衣服。嗯。谢瑜，我想你想了好多年了，也该让我如愿以偿一回了吧？还请景王殿下稍后，我们小姐片刻即到。谢瑜，你这个贱人！贱人！我要杀了你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冯大人，好久不见。你没入香。你我两家是世仇，皇上为了牵制谢氏，封你爹做丞相。盛京丞相府，趋炎附势、逢迎拍马之辈，妄想与我谢氏相提并论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休想我？
谢玉，你以为你还是高门显赫的贵女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爹死了以后，你连做我的侍女都不配。我都还没去找你算账。今日你若能当着众人的面从这张钉床上一路跪下去，本官便既往不咎，准许你进城造父。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。什么意思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御前统领丞相毒子，要是敢动我，你们整个魏国侯府都要为我陪葬。众口铄金，天子之怒，你不敢。以前我确实不敢，可惜世道变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何事如此惊慌？景王殿下，谢瑜见过殿下。谢小姐不必多礼。殿下这是？方才我们在前厅听到响动，不得已闯入小姐闺房，还请谢小姐见谅。劳累殿下关怀。至于声响，许是下人失了手，无意惊扰殿下，还望殿下恕罪。是这样。殿下既然深夜登门，定是有要事吧？不如我们移步书房，细说从头。正有此意。请。殿下请。殿下，幽北失城，胡人南下，谢侯力不能支，江山易主，怕只是时间问题。殿下何出此言？谢宇，选我。请陛下调拨国库，为领养银两。求陛下。太子妃，您还是先回去吧，皇上是不会见你的。求陛下，为领养银两。求陛下，为领养银两。求陛下，为领养银两。
你凭什么敢来朕面前求娶谢瑜？父皇不是也担心她要嫁给三弟吗？我来求娶，难道不是两全？那也轮不到你。三弟他要的，我不收。您不想给三弟的，难道丢了也不愿给我吗？我是不想让怀静娶她，但怀静她自己未必不愿。你也知道，他们自幼感情深厚。再说，谢氏100年根基，谢瑜又是谢家独女，他父亲又掌握重权，你想娶她，存在的是什么心思？什么情况？都知道些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要娶谢瑜，还请父皇恩准。我是不会让怀静娶谢瑜的，也更不允许你去娶她。只要你身上流淌着赵家的血，圣朝皇室绝不允许娶谢家之女。那倘若我血流尽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若是我流尽身上的血，您是不是就准我娶谢瑜了？你简直是疯了！还请父皇息怒，儿臣求娶谢瑜，此心不改。还请父皇息怒，儿臣求娶谢瑜，此心不改。连一张轮椅都摆脱不了，就算你娶了谢瑜，得了谢家的势，又能如何？我告诉你，天下可容不得一个身有残缺的心地。勤政殿到太庙，一共12000步，你3步一跪，9步一叩。血腥之祖宗灵位前，且共襄未尽，朕就考虑将谢瑜赐予你。好，你可要想仔细了。万血跪行见先祖，如断门自绝。何况你已经废了一条腿，不想另外一条腿也废了吧？烦请父皇赐给儿臣一把刀。殿下，给他！殿下，让他去！正好让万国上下看看他是如何的残缺。圣朝皇室第16代乳孝子孙赵怀玉求娶谢瑜，请先祖成全。活生生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了？小姐息怒，咱们能派去的人都派去了，可大公子3进谢符后便踪迹全无，宛若石沉大海，怎么都找不到。肯定是谢瑜这个贱人使了什么手段，一定是他把大哥藏起来了。可他藏大公子做什么？这次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大哥没道理会失手，可好端端的人又怎么会失踪呢？大哥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不可能，再怎么说大哥也不会栽在一个谢瑜手上，绝无可能。小姐，现在大公子
我们该怎么跟丞相交代？若丞相知道了，只怕我们……闭嘴！知道要交代，还不赶紧让人去找？去呀！奴婢这就去，这就去。谢玉今日就要进宫复旨了，大哥到底成是没成？不行，我得亲自进宫一趟。都怪你！如果不是你，父皇根本不会生我和母妃的气。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！如何？回皇上，二殿下的腿伤得太重，往后恐怕再难健全了。你个孽子！他是你兄弟，你为何下这么重的手？父皇，我不是有心的。还敢嘴硬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不能再打了！打死你！皇上，你已经残了一个儿子了，难道还要再打残另一个才罢休吗？滚出去！那是景仁殿下。谢玉，选我。说谢于愚钝，不知道殿下是什么意思？父皇多疑，三弟怯懦，为我可成宵禁之事。哦，我的何事？任何事，你能做且做。你若不能，粉身碎骨，我为你做。殿下这话说得好无道理。殿下为君，我为臣，这天下是你赵家人的天下。臣女能有何事，是需要劳烦殿下粉身碎骨为我做的。你不信我？婚旨只有一道，事关终生，还请殿下不要难为我。所以这一次，你还是想嫁给靖王？殿下若想与我合作，也可以，但总得拿出点诚意来。诚意？我要你亲自去御前求娶。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？玉华，在。你去告诉靖王殿下，让他别再滚了。他若当真断亲自决，那我跟他的合作就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会同陛下复旨请婚的。是。玉华，在。记得帮他找个太医。是。
臣女谢瑜叩见陛下。陛下万安。谢瑜来了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父旨的事想好了，你与怀静自幼一起长大，情投意合，你选他，朕并不觉得意外。臣女恳请陛下收回圣旨。哦，你不想嫁给靖王？陛下息怒，圣上浓言，谢瑜和谢氏自当感激涕零。可如今朝廷烽火不断，家父也身陷沙场，谢瑜实在无心婚配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那你与怀静是？臣女与靖王殿下虽情深意重，却是兄妹之谊，并无儿女私情。可朕已然应了谢后，君无戏言。陛下宅信仁厚，相信家父和天下万民定能理解圣意，不敢妄加揣测。这样吧，怀玉欲想娶你，跟朕闹了好一通，但朕尊重你的意愿，未曾准许。可他现在还在狱中跪着，你既无心怀静，朕便把你许与怀玉，成婚礼在战事之后尘埃落定。一者给了谢侯一个交代，二者怀玉同为皇子，也不算委屈你。谢瑜遵旨。谢瑜，你敢打我！你这个贱人竟敢打我！要陛下治你的罪！殿前失仪，打你2巴掌，算恩赏。本小姐懒得跟你计较，快说，你把我大哥藏哪儿了？我道冯祝酒怎么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原来是受了你这个蠢货的撺掇。冯大统领，冯小姐莫不是睡昏了头？令兄的去向，我如何得知？你少装糊涂，快把我大哥交出来，不然有你好受的。冯小姐，你与其在这逼问我，不如好好想想该怎么跟丞相大人交代。毕竟冯统领可是你们丞相府的独苗。谢宇，谢宇，参见靖王，参见公主。快起来！听闻你这次进宫来，父皇当真为你和三哥赐婚了吗？回公主的话，陛下为我与景王殿下赐了婚。二哥，你说父皇为你与谁赐了婚？回靖王殿下的话，是景王殿下。当真景王，不是靖王？是。谢瑜，我当你是什么聪明人呢？哎呀，不成想，却是个蠢货。殿下，你手重。谢瑜，你居然要嫁给那个死瘸子！圣命难违。谢瑜，你可真让本宫大开眼界。圣经那么多男人你不选，偏偏选择了赵怀玉一个废人。殿下慎言，婚是陛下所赐，圣上之命，谢瑜何德何能嫁娶随心？你我10几年情谊，在你心里还比不过一个瘸子吗？你不是说倾心于我，非我不嫁吗？三哥，你弄堂谢瑜了？殿下请自重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岂是2句儿戏就能作数的？更何况，我一直将靖王殿下视作兄长，何来倾心一说？请神容易，送神难。你一句兄妹之谊就把我打发了。谢瑜，你把本宫
当什么了？谢瑜，我告诉你，向来都是我嫌弃别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？若是本宫去禀明父皇，未必会称心如意。三哥，够了！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安。婚是朕赐的，你有何不满？父皇息怒，儿臣不敢。朕这里不是戏房，都挤在这里干什么？都回去吧。是。你留下。谢宇，早晚有一日你会后悔的，一定会后悔选择了一个瘸子。蠢货！为父对你平时太宠溺了是吧？啊！哎，你知不知道回国侯府是个什么地方？为父躲都来不及，你就撺掇一兄长往那里面钻。爹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没有想到会这样。好了，如今只剩谢瑜，哼，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，出不了什么乱子。大哥在御前当差，谢瑜他不敢怎么样的。如果你兄长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。好，我这就去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。天意君心无不惧，谢冕，你魏国侯府大势已去，不要怪我顺水推舟。谢瑜与晋王殿下情投意合，两心相许，请陛下成全，为我们赐婚。背负我这一生的流光，不乱不慌，不悲不伤，竟然洪荒，没有你的目光，只剩下空荡。晋王殿下，我父亲远在豫阳，家中有5兄长，谢谢你今日来送我出阁。随心去远方看看太阳，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美上扬。谢侯远在豫阳，尸骨未寒，当务之急，应先让谢侯入土为安。贸然冲宫，只会激怒陛下。谢小姐，你若肯信我，来世方长，淮阳郡的真相一定会大白天下。周怀玉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去胡道，奸佞横行，家翁中有错付诸葛。好久没做过这个梦了。殿下，怎么了？魏国侯府抓了个人，人是在谢侯府外抓到的，似是想潜入谢侯府，于是被我带了过来，还没审过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
之女！你去魏国侯府做什么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瘸了腿、不受待见的皇子，你敢绑我？我要让我父亲去御前参你！我的耐心有限，不会问第3遍。你找谢宇是想做什么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别以为皇上给你们赐了婚，你就能借着魏家的权势一步登天了。淮阳侯倒台，你第一个！住口！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是去找我大哥的，我不是要害谢宇。冯助教，他怎么会在魏国侯府？我猜的，他喜欢谢宇。他听到皇上为你们赐了婚，一时冲动去找谢宇也说不定。那你在乾元殿掌掴谢宇，也是冲动？杀了吧！你！殿下，还有一件事。晋王殿下册封太子已经搬入东宫了。这么着急？皇上突然下旨，没有预兆。把这个花灯拿过来，送去侯府。下个月花灯节，就是我约谢小姐去看花灯。那东宫那边？那边不急，先给谢小姐拿张投名状。是。看啊！好热闹！漂亮！好久没有说吧？花灯真漂亮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太子心里东宫有主，殿下这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情约我看花灯啊？多来2个，行。好嘞。圣心如坛，难窥深浅。好好看啊！哎，咱们快去。不是你我可以左右的。再说，江山易主，权力更迭，都是屡见不鲜的常事。何况，只是封了个太子。看看这个吧。很相配。那倒是我鼠目寸光，大惊小怪。走水啦！走水啦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咋回事啊？西街的花灯倒了，已经烧到丞相府了，赶紧跑吧！咱们也跑吧，我们也快跑吧，快走，别在这看了，烧危险。就是。丞相府。有这个！乱世之中，你向我凝眸，是我曾重生的一幕。爱过你，让我一生满足。救命！弟弟，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
火了，得赶紧灭火才行。你还活着吗？你不要怕，我这就去找人来救你。是你？你的腿！你的腿！像丞相府的人，刚着了火，丞相大人就有动作了，不像是冲着我们来的。这火是你放的？和谢小姐联手，总要拿出点诚意来。殿下，我求皇上赐了婚，就是同意与殿下合作。殿下不必如此。不够。我不想再蜷缩在角落里偷窥你的喜怒哀乐，也不想让你在血雾朦胧中独行。我要我自己走到光里。谢雨，我想弃暗投明，我要你信任我，依赖我，属于我。与情比翼相连，双影飞光纪念又年。好，赵怀玉，我就信你一次。你如此笃定另有真相，是想质疑父皇？权宜之计罢了。殿下图权，我图胜，我们之间各取所需，谈不上这些。看来谢小姐是不信我的话，认定我是为了夺权，才搭上侯府的线。殿下图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姓赵，而我姓谢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凭你刚说的那番话，还是今晚丞相府的这场火？凭燕北玉阳的账册与胡人的议和书，够不够？议和书，早在玉阳开战之前，胡人就已经有了议和的打算，但议和的书信冯大人压了下来。如果我们拿到那封公函，若是两国停战，谢侯是不是就能从玉阳全身而退？当真？不对，我从未听说过什么议和书。如今大圣险象环生，冯道衍又有什么理由藏匿议和书？这就要看到玉阳的账册，才能知道这位丞相大人的心思。
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凡事皆因有求而起。恕谢于愚钝，倘若殿下所求是为大位，那你就这么笃定，我父亲肯助你？那个位子，我早坐过。我的意思是，谢宇，是我，赵怀玉。我却热饮一手把黯然世间的虚妄，心的花火赵怀玉，几场才算不完。赵怀玉，二哥别急，虽然我食言在先，但是我一定会遵守承诺，送你去见他。你的腿，你不是？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肯为你顶军营案的罪，无论如何，都会为我留谢宇一命。不是的，不是我，是父皇的妃要。你食言了，谢宇死了，那这一切就没意义了。来人呐！谁在那里？怀玉，父皇，你醒了。你想谋反？外面下了好大的雨，父皇，你还记得幕后离世那晚也下了这样大的雨？他当时拒不反对，你也说他要造反，他身后有宗族，膝下有幼子，他没办法，造反这么大的帽子他扣不起，他只能赴死。谋害皇嗣，戕害妃嫔，他是咎由自取。岳阳城兵临城下，谢侯拒不受降，您口口声声还是说他造反。大圣开朝，江山是谢氏打的，大圣亡命，成河也是谢氏守的。谢侯舍不下谢氏忠名，只得死在你的刀下，做了亡魂。怀玉，造反这顶帽子，你给别人戴了多少次？唯有今日，你说对了，确实是你造反的。你把刀放下，你听我说，这次就把皇位传给你，否则你会担上杀父弑君的骂名啊！大治33年末，谢瑜执意前往玉阳郡救父。我既不能救谢氏于水火，也无法规劝他投生。此罪在我。时冬，谢氏灭族，谢瑜被斩，尸首分离，血染长街十里，永世我爱。同年，太子暴毙，先帝病亡，我联合太守太尉，篡改遗诏，弑君杀父，谋权篡位，无悔。朕死后，自有大儒为我辩经，任而评判。唯愿来生
国语绵绵，情深意长。罢了，唯愿来生绵绵幸福安康。这道余文，难道他也？重如是阴，收如是雨，乾坤逆转，魂魄归吾。他到底是何用意？小姐，你颈上何时多了块胎记？对了，景王殿下的伤怎么样了？太医已经去瞧过了，景王殿下的伤没有大碍。那就好。哎呀，快点儿！快点儿！这边不是，这边啊！快点！啊，相爷，大公子找到了？没有。咱们派去东界的人也没得手，还把景王给打伤了。无妨，景王在陛下心中的分量我清楚，不足为惧。哎呀，当务之急，赶紧去侯府找到大公子。侯府上下都搜了个遍，非但没有找到大公子，连二小姐的踪迹也不见了。啊，不是，他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如果不是他出什么歪门邪道的鬼主意，祝九又怎么会折在谢瑜的手里，吃了个哑巴亏？相爷，当今之计，该当如何？祝九是我的独子，绝不能让他折在魏国侯府。既然谢瑜不放人，那就别怪本相掀翻整个魏国侯府。去，拿纸笔来。哎，相爷，还有一事。还有什么事啊？有贵客来访。贵客？皇上，玉阳八百里佳琪。这个谢冕，难道想造反吗？参淮阳魏国侯之女谢瑜觐见。这不是谢家侄女吗？方才老远瞧见，还真是你呀！丞相大人，哎，我听说前些日子景王跟着你去赏花灯，玉玺受了伤，难道今日皇上是要问你的罪？回大人的话，谢瑜不知。谢家侄女啊，我与你父亲到底是故交同僚一场，你与碧儿之间的嫌隙，在我们眼中不过是孩子家的玩闹。听伯父一句好言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大人教训的是，只是侄女已经多日未曾见过冯小姐，大人何出此言啊？碧罗的事，我可以不同你计较，但祝九是我的独子，你再胡闹，也有个度。否则，踏进这道宫门，欲证殿上天子震怒，再走出来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恕侄女愚钝，听不懂丞相大人话中何意。好，好得很，那咱们就拭目以待。朕给他拨了200万粮草，接连败仗，他现在还敢要500万两军饷，这不摆明了要造反吗？谢瑜，看看你爹做的好事。出征玉阳不过3个月，200万粮草挥霍一空，现在一张口就要500万。莫说国库中拿不出这些钱，就算是拿得出，谢侯一场仗都没赢过，朝廷怎么会出钱养这么一群残兵败将呢？
臣早就知道谢侯心怀有意。当年胡人攻入燕北，若不是他以伤病为由推脱领兵，我们怎么会接连失去数座城池？依臣之见，谢冕必然早与胡人勾结，失礼扒外。皇上，您一定要重重的治奸臣的罪呀！请陛下严惩。金戈铁马，刀枪林立，样样吞金入土，花费谢也情有可原。至于败仗，谢侯久未征战，需要时间适应，更是合乎情理。无论是输是赢，胡人也始终没有攻破渔阳，不是吗？启禀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这是内监府在豫阳查到的关于淮阳魏国侯谢冕串通胡人，以军事作谎，蒙骗朝廷军饷一事的来龙去脉和证据。呈上来。谢冕在通牒的信中与胡人交易，只要胡人一日不破豫阳，谢冕就可以有理由不断的向朝廷要钱。这个军饷，他与胡人5-5分账，直至国库虚空，朝廷再拿不出1文钱为止。胡说！犯了天了！传朕旨意，冯道彦带着朕的神护卫前往豫阳缉拿谢冕归案。魏国侯冯超家即刻把罪臣之女谢瑜打入大牢。臣领旨。我之住处，不出不快。圣上英明。慢着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朕虽为你二人赐婚，但未成礼，谢家的事与你无关。晋王，你久疏朝政，此事应该明哲保身才是正道。丞相大人既奏完了，那儿臣顺势也奏一本。邓典，冯大人说谢侯串通胡人，以战事作谎，蒙骗朝廷军饷。太子也说谢侯出兵时，朝廷拨了200万，但为何丞相大人的账本上军饷之数却不足50万？你血口喷人！军饷从户部到兵部，一共就过了2道手，均是由丞相大人你一手安排，账本上的字迹和印记也均来自丞相府，这难道不比丞相大人你几封来历不明的信件更加言之有据吗？这是无中生有，这是构陷！陛下，请明察。丞相之心，天地可见，还请陛下明察。陛下明察。冯大人既然说账本是无中生有，那这封信呢？胡人早在攻至豫阳前，就主动向大圣言和，写下议和书，派了议和使。为何议和使一入京便没了踪迹？又为何这封信会出现在冯大人你的府上？信口雌黄！本下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议和书，还不快呈上来！皇上，求皇上明察此事，还我父亲，还谢氏一个清白。看来勾结胡人的并非谢侯，而是丞相大人。出军的粮草不过50万，难怪谢侯上书要银子了。哼，这上面盖着北胡的国印，滥杀议和使，扣下议和书，只有你丞相府能做得到吧？铁证如山，冯道彦，你可真是这样的好丞相啊！冯道彦，你可真是这样的好丞相啊！这白纸黑字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满口空话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觊觎皇权！你把这当什么了？你把大圣当什么了？当成是你冯家的玩物吗？皇上，臣是冤枉的，皇上，
此事另有隐情，皇上息怒！闭嘴！欺君罔上，祸乱朝纲，也罪该万死！来人，扒去冯道爷身上的官袍，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，诛九族！皇上，这是冤枉的，此事另有隐情，皇上息怒啊！下朝吧。退朝。多谢。进。都找到了，都在这里。居然真的有一棵树。冯道烟想借战事敛财，他与胡人来往多年，做假账克扣军饷。如今冯祝就在侯府下落不明，为了丞相府的这根独苗，他必然会急功近利，乱了阵脚。皇上向来不把朝臣之间的党政之争放在眼里，江山濒危，他现在一心想保住自己的位子，和胡人议和。这个冯道爷为了他的军饷，居然敢私压一棵树，触了他的逆鳞，神仙也难救。正是。多谢景王殿下。我早承诺过，若你所求之事为世人所不允，粉身碎骨，我为你做。可若我所行之事罪大恶极，天理不容呢？若你杀到第999人，是回头谢玉，这第1000个，我帮你杀。是你来做什么？我原是不想来的，可我看了丞相府抄家的册子，还是没能忍住，来送丞相一程。你想说什么？黄金50万，白银1000万，古董字画，宅铺2天，还有零零散散折合起来，又是千万之数。陛下，近年来天灾频仍，各地水旱灾害不断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朝廷赈灾用度也耗费无数啊！加之朝廷常年入不敷出，财政亏空日益严重，如今也是捉襟见肘，难以为继。无论如何，已无闲余再拨去玉阳了呀，陛下。朕也没打算再往玉阳拨银子来。我们丞相大人的家底还真是丰厚啊！小小的丞相府，富可敌国，燕云16州就卖了这个价吗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还真是丞相门前酒肉臭，玉阳满城冻死骨。有这样的皇帝，有这样的丞相，大圣何愁不亡？乱世生存之道，你一个无知女子懂什么？难道都像你父亲那样冥顽不灵，以卵击石，飞蛾扑火吗？
你不配提我父亲。若不是他，有你冯道彦的今日吗？你跟那个狗皇帝，你们联合算计，恩将仇报，卖国求生。你们联合算计，恩将仇报，卖国求生。你果然有弑君之心啊！我果然没有看错。谢敏一生钟情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女儿？我贪生求财，你是弑君造反！你拿你那份忠臣义士的嘴脸来训斥本相！变得好，变得可真好。圣之王赵后，他不分善恶，不辨忠奸，他害死我的父亲，图我谢氏满门，让我丧亲弑父，枉死还阳。我媚言奴仆，心怀家仇，卖掉三魂，击破杜尚生生世世，又逆天改命，立誓不杀赵后，不救谢氏，我枉为人子。忠诚冷骨，血葬千里之外。昏君金銮殿上，载歌载舞，我岂能容他苟活？你这是疯了！请吧，冯大人。今日本相虽死，不足憾。来世火炼有掌，我都在地下等着谢冕呢。无需你费心，他日无论天界或地狱，有我谢瑜担着。等等，我主教还活着吗？我会把你跟你儿子埋在一起。主教！你怎么来了？天凉了，我怕你冻着。你怎么哭了？赵怀玉，你说大圣人人辅佐，怎么当年却能喝死玉阳的10万雄兵呢？如今大梦这一场，纵愿成千之死我能忘。以为看破宿命，却在梦醒时突然的彷徨。来回。公主殿下，谢瑜，你总算是进宫来陪我了，是不是跟二哥定了亲事，就不把我放心上了？公主当真是错怪我，我想进宫也得有皇上的传召才行啊。我把这个给忘记了。
算了算了，你今日啊难得进宫，一定要好好陪陪我才行。你把这个换上吧。殿下，这衣服是不是太过华丽了？华丽怎么了？你作为本公主的知交，华丽不是应该的吗？这不合身份。不行，你就要穿这一件。我们天下第一好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谨遵公主之命。公主，谢小姐，前殿已经开宴了。好了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一会儿就去。使臣和王子此次进京，舟车劳顿，辛苦了，所以朕特设接风宴，一定要尽兴才好。多亏大圣皇帝英明，派遣太子殿下与我等通文，这才让我等两国有机会坐下来，化干戈为玉帛呀！请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可是公公已经通报了。没事儿，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啊！怀珠公主到！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这就是怀珠公主啊！果真是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呀！我好了，先入座吧。是。你们大圣的公主呀，自幼锦衣玉食，养尊处优，还一副娇滴滴的模样。就这副体格，怕是连一阵风都禁不住，更别提骑马了。在我们草原上，这样的女子活不长。多谢使臣大人称赞。我何时称赞过你？使臣大人虽然没有明着称赞我，但您方才说锦衣玉食，养尊处优，这8个字恰好说明我大圣附属，国泰民安，均有福祉，这难道不算夸奖吗？久闻中原公主能歌善舞，我等首次远道而来，若不是诚挚意满，不知可否有幸目睹公主舞姿啊？回王子的话，公主的舞姿您是否能见，我并不知晓，因为我并非公主。你不是公主？大圣皇帝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谁在找本公主？是谁在找本公主？不过耽搁了一阵，催得这样急做什么？参见父皇。乌哈王子，这才是朕唯一的公主，自幼顽劣，还请王子见谅。还不快入座！谢父皇。谢瑜，
他没有难为你吧？没有。那就好，咱们啊，就只管吃酒取乐，别听他们对舌，累得很。你喝这么多酒做甚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打紧，缓一缓就好了。都怪这个什么乌哈尔王子，搞得本公主喝酒都不尽兴。你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继续回去喝酒了。不对，什么时候？这里怎么看也不像是间街坊。哟，是你呀！原来你在等我。王子殿下，你走错路了，这是偏殿。虽然你不是公主的身份，但是你也有几分姿色。当公主当陪嫁，一起跟本王回草原吧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谁呀？没事。儿子，你的腿！来人啊！别杀他！他过银河就再无可能了。你没事吧？走，我先带你离开这里。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毒性？明明，太医马上就到了。这怀孕，好疼。怎么会有毒性这么强的解药？帮帮我！不行，我不能趁人之危。太医马上就到了。别动！以妇幼之身枉度春华，谢玉，我真的配得上你吗？求你帮我！等你清醒，若是后悔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现在就当是场噩梦吧。
算胜利，憾也算游戏。可温雪化成风雷，遍千年山壁。阴云卷刺看无声，有人还在等，不舍得不再向前，有情的仍然来不敢相逢。桃花的光，只恨瞬间花落，八荒相隔。何事？殿下，乌哈尔王子死在后宫了。两国议和，上不沾来使，可你倒好，把议和的王子给杀了。这是要将祖宗的百年基业全部毁在你的手上吗？乌哈尔王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二哥刀下。父皇，我们要如何向胡人交代？皇上，乌哈尔乃是乌延汗最得宠的王子，此事体大，倘若知晓王子客死异国，必然怒不可遏，两国必起争端，连战不休。皇上，此事确实我们理亏，二皇子的刀罪证昭彰，难辞其责。以臣之拙见，为今之计，唯有将二皇子交于汉国，方能安抚其怒。这些道理你以为朕不懂？要是交出这个女子，能够平息乌延汗之怒，他万死不足。这件事岂是以命换命这样简单？豫阳的战士一天比一天吃紧，大军压境，现在又出这样的乱子，这岂不是自讨灭亡吗？来人！皇上，臣女有话要说。传。宣谢瑜觐见。皇上何以如此断定，王子之死一定是景王殿下所为？你有何话要讲？臣女知晓，事到如今，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已经不重要，当务之急是如何平息胡人之怒。可届时与胡人辩言，到底是要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真相。你这话又是何意？景王的刀尚在王子胸前插着，证据确凿，难道我们还冤枉他不成？首先，景王殿下并无行凶动机；其次，倘若真是景王所为，那在现场又为何会留下那把刀？若我们与胡人说景王殿下是与王子发生口舌之争，错手误杀了王子，陛下您想，我们与他们这么说，胡人是否会觉得我们是在心存挑衅，借口生事？若可凭两国之怨恨，儿臣一死，固不足惜。只怕儿臣卑贱，这条命非但难平胡人之恨，还要增添他们更大的怒火。照你们说，凶手不是景王，那还能是谁？要想知道凶手是谁，那就看看乌哈尔王子此次带来的议和书是怎样写的。如何？父皇当真治罪二哥了吗？谢宇呢？他有没有被牵连？
奴婢无能，没能打听到，只知道是尚在商议。不行，我要亲自去一趟。出去！出去！谢宇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方才还在担心你。为什么？给我一个解释。你都知道了。怎么样？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那就好。来，咱们呢就只管吃酒看舞，别听他们对舌。来，你从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你从小爱出风头，处处奢满，怎么会允许我与你共穿华服？又怎么会故意让胡人以为我是公主？我本来想谢谢你，可是……别杀他！别杀他！我先带你回去。谢宇，你相信我，我不是有心的。现在只有你我二人，你还要演下去吗？谢宇，你真聪明，我早就知道你会发现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会发现的如此之快。可惜了，本宫就你这么一个朋友，你若是死了，我一定会觉得很寂寞的。所以我替你再去草原和亲。你一个人留在京城，就不寂寞了。替我去和亲，本该是你最好的命，是你自己不识好歹，我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。是你，逼我的。你为了不去北狄和亲，既然不惜破坏两国议和，让几10万条人命为你的任性买单，他们的命与我何干？谢宇，你饱读诗书，满腹经纶，你一定知道胡人是何习性，是何作风。他们恨大圣入骨，苦于被赵谢钳制数百年。我若和亲北上，我还有命活吗？赵怀柱，你选择反抗没有错，可你的方式断送了我父亲的生路。怪不得我，要怪就只怪你命比我好，我命不如你，我没有一个疼我爱我的父亲，我的未来要靠我自己去争。
你是说，母亲幼年早亡，父亲命悬一线，朝臣恨我们不死，百姓唾我们无能，被君王舍弃，被王朝背叛，被天下万民所不容者，就是你说的命不如我。他死好过我死，我还年轻，死在战场上是你们谢氏的命，你们所有人都想用我的命来换取江山社稷的安稳，那我就让你们所有人为我绞尽脑汁，拼上一切生机。你说的对，可惜你岂不容忍。你个孽子！谢宇，你来人，公主绑起来，一起乌尔哈王子的尸身送去岳阳。告诉乌延寒，任杀任剐，悉听尊便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公主！放开我！你就是死，也要给朕死到北湖！我不去，我不去！黄泉路上见到阴司判官，替我带句话。我谢瑜偏不信命，谢氏的命我自己说了才算。谢瑜，我不是一开始就想害你的。当年海棠西袭，你为我扮作宫娥，折枝煎药，我也是真心带过你的。皇上，玉阳的捷报。捷报？那你慌张什么？还有乌延汉给您的回文。谢伯清怎么没有银子，还打得过胡人？也亏了他。乌哈尔的事，乌延寒愿意松口，只要我们撤兵退回岳阳，此事也算一笔勾销了。皇上，又怎么了？送信使回话，这封800里加急10日前便已送达，当时谢侯便已经领兵北上了。此时怕是已经打到幽北了。你说什么？晋王殿下，小姐，宫里来人传话，明妃娘娘请您进宫一叙。明妃，她与我有什么话可说？许是跟玉阳有关。玉阳大捷，谢侯乘胜逐北，胡人欲通书议和，父皇时到京令回诏，谢侯拒之不返。这一天还是来了。父亲违抗圣令俱下，诏后岳阳城设府，屠杀淮阳郡。以阿爹的性子，他
他一定不会放过这次收回燕北的机会的。事到如今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谋者举旗，动天下大事，弹指之间，胜天半字。这一趟是鸿门宴。天下为棋，我为子，以身入局，一步三算。这一次，我要大胜。入宫。陛下！陛下亲自率军前往豫阳，朝中之事也交太子处理，京城一切安排妥当。只是微臣担心，若是那谢伯兴不肯出现，此情岂不是竹篮打水？他就这一个女儿在朕手上，你觉得他敢不来？爱女心切，朕不怕他不来。朕连下10道金令撤军，他胆敢拥兵自重，抗旨不返。北狄已经给朕下了最后通牒，这场仗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打了。是。休伤无碍！好一个父女情深！朕10道金令都召不回你一个大将军，如今没想到，只需要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就能束手就擒。伯清啊，朕还当真以为这世上已无你在乎之人了。陛下，你圣旨抗旨不遵，罪在微臣一人。臣愿回京领罪。恳请陛下高抬贵手，留小女谢于一命。阿爹，你目无王上，拥兵自重，你可知这是欺君之罪？天下安宁，自当卸甲。可那北狄兵临城下，夺幽北16州，迫使我朝迁都南下。当上将倾，臣义气尚存，臣怎能冷眼旁观祖宗13代基业毁于一旦？伯清风骨，朕自有敬佩。下四川受降，将幽北16座城池置于何地？将30万日日夜夜冒回我朝的子民又置于何地？他日之后100年，你莫使出陈词，让后面世世代代的人都来唾骂，大致这一朝竟是贪生怕死之辈吗？可你我如今年岁几何？北狄兵多将广，骁勇善战，你在可以保我圣朝一时安宁，可你若100年长眠呢？到了那时，北狄七月再踏中原，难道你要朕去挖你的坟，掘你的墓，
放一个尸骨在圣地杀敌吗？朕倒觉得，倒不如趁你刚赢了几场胜仗，因心中忌惮，答应他们议和，方才长久之计。陛下，是执意要降，臣无话可说。看陛下亲征千里来到豫阳，想必也不会再入微臣。臣只想多杀一个蛮夷，多收归座城池，如此，把断封赵氏13世天下，臣为亡国之臣，而陛下必是亡国之君。放肆！你口出狂言，竟敢污蔑朕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不要！收复失地，还于旧都，大业未成，是我无能，自有后来人。今日便以我残躯化土，白骨为食，血肉筑梁，为后继者铺路城墙。父亲，死不足惜！放箭！杀！杀！海玉，你的腿！你们竟然联合起来谋害朕！不舍一身，怎拉皇帝下？欺君罔上，这是谋逆篡位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烽火乱世，成王败寇，赢家胜在算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赵后，你所有回京答应不再插手幽北各项战事，我可以饶你。父王！陛下！父王！圣旨！我赵后，我谢冕，我二人今日下跪黄土，上拜青天，结为异姓兄弟，从今往后携手并肩，共创盛世。光的沙绕指尖流转，受国之苦，是为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是为天下王。国庆，燕北，咱们不得不退。嶙峋的沟壑起伏层峦，笙箫琵琶景色不变。剑酒黄沙不曾退减，全唐的冷漠中法也是恩。赵神师，从此以后，你我二人只做君臣。
兄弟。问今夕是何年？清湖水，几无灯火在何处长眠？伴着繁星一烛夜。雪尽染，万千花光中，这就是你的选择吗？我是天出烟台，怎不见枯花细雨璀璨？却醒来，作壁上观。阿爹，阿爹，你醒了。怎么样？你的伤不碍事，这都是小伤。我要不吃点苦，皇上。皇上，忤逆君上，辱没先祖，罪在女儿，与殿下无关。事发突然，动手的侍卫并非我们安排，谢后明辨。皇帝驾崩玉阳，你们回京之后，打算怎么办吧？我与谢瑜的意思，是先密不发丧，等战事平定，回京再做定夺。我知道朝中驳了玉阳的军饷，此次淮阳军大败胡人，直逼幽北，也多亏了殿下运来的500万粮草。那日我见皇上身边的亲卫多数哗变，也知京中的神武卫皆是殿下的人。殿下忍辱折服，权势盘根深入，等了这么多年，难道只为今日吗？不敢欺瞒谢后，以前不是，但现在是。罢了，一代人做一代事，由得你们自己去争吧。你是君，我为臣，你怎么能跪我呢？快起来吧。侍卫的事，我已经让人去查了。现在就不打扰谢后父女团圆了。行了，起来吧。阿爹，我知晓您跟皇上情深意重，他的死，那日若死的是我，我心甘无怨，因为这是我选择的路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也是他选择的路，是他20年前选好的路啊。
你这伤还没好，需要再多养几日。燕北战事刻不容缓，他的事做完了，我也该回去做我的事了。这一次是要夺回燕北16州。难以等伤养好了，才能出兵啊！报！报侯爷，有北急报，胡人北方边境集结大军，随时准备反攻。什么？阿爹，你的伤……不妨事，这点伤不足以影响我。放心，有我在。总之，万事小心。知道了，放心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侯爷吩咐卑职，小姐暂留玉阳这段时间，由卑职负责小姐的安危。小姐有需要，尽管吩咐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有话要问你。小姐，请问。侯爷久不行军，自立今后，从玉阳到燕北，他气力如何？精力如何？是否受过伤？这侯爷交代了，不让与小姐说这些。告诉我。回小姐的话，侯爷英武不减当年，只是出兵打仗，难免是有些外伤。伤在哪里？伤了多少？可痊愈了？卑职记不太清了，只知道最严重的一处是破幽州时被乌延汉伤到了腹部，似是还未痊愈。阿爹，阿爹，和皇上伯伯生气了吗？绵绵，以后不能再喊伯伯了，要好好尊称一句皇上。好，他欺负阿爹，我再也不要叫他伯伯了。阿爹的好女儿，阿爹，我也要学他。伤筋动骨，刀剑无眼，一个女孩子学他干嘛？我学他可以保护阿爹。保护我啊？阿爹保护大家，我来保护你，让他们都不来欺负你。不愧是我谢冕的乖女儿。少年15、20时，步行夺得胡马骑，射杀山中白额虎，啃属腋下黄须儿。一身转战3000里，一剑曾当100万师。变相的说你爹老了是吧？这可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王维诗里说的。绵绵，阿爹，你已经阿爹，小姐，从右北传来消息，侯爷阵前受了重伤。不行，坐以待毙，只会重蹈覆辙。
去给我备马，多请几位大夫，带上边防毒。我们现在就出发燕北。是。绵绵。是谁笑我人如霜，心如墨？是谁叹我一生甘愿离合？长路漫漫长漂泊，也萧瑟。阿爹，我担心死了。一别数月，你的性子何时这样急了？三更半夜又是套马，又是请郎中的。阿爹，你也不是吗？回来的如此突然，不提前捎封信给我。对了，他们说你又受了重伤，伤哪儿了？重不重？瞧了吗？现在好了吗？没什么大碍啊，没事。现在燕北连战皆捷，不日便可班师回京。我想着你独自一人留守豫阳，恐不习惯，便提前一步折身了。我就知道，我阿爹啊，英明神武，肯定会平安归来。圣祖当年据北，用燕赵之地，大圣自燕北起家，分6世余烈，席卷天下，囊括四海，于乱世中一统江山。截至至地，赵圣陈史书写了327个年头。谢氏也忠君爱国了327个春秋。燕北是圣人的根，丢于胡人之手，我无颜面见先祖啊！如今就地光复，我心中的大石也终得落地。阿爹，您品行一生磊落，无论是对大圣还是对百姓，都是我们的荣耀。我这一生未生丧父，幼时丧母，得幸于太后膝下恩养，与太子赵后亲如兄弟，娶你母亲林寒碧为妻。后北境一战，太后病故，兄弟离心，爱妻故去。谢氏叔伯兄弟皆战死沙场，留我一人苟延残喘，存续谢家忠名。40年来，仗10万淮阳军，背负国家深恩，死伤无数。虽算不得顺，却也不怨。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未能给我的绵绵生个兄弟姐妹。来日我若不在，你受了委屈，何人给我的女儿撑腰做主？只要我阿爹在，就一直有人给我撑腰了呀。傻丫头，生当则生，死当则死。
哪有什么所谓的千秋万载啊？那我不管，我就要我阿爹长命百岁。混话！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阿爹，你的伤真的没事吗？给我瞧瞧。你听我说，前几日啊，梦见你阿娘了。阿娘？我梦见她乌黑长发，素衣魔裙，挽着一只竹编的篮子，走在花影树枝下。她问我：“绵绵可长大？可俊俏？可康健？可嫁人？可开心？”那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可还没等我应答，你阿娘啊，提着篮子就走，边走边说：“如果我家绵绵不好啊，就不让我去见她。”怀玉呀，是个好孩子。把你托付给他，你阿娘也会同意的。而今我也可安心去见你阿娘。阿爹，阿娘才没那么急着见你呢，你不许这么胡说。酒我就不喝了，给阿爹端一杯热茶来。行，这玉阳的茶叶最是上乘，我这就给阿爹沏壶好茶来。去吧。一年拂袖花落，谈笑间起风波。飘啊飘无奈何，但愿能。阿爹，茶沏好了。阿爹，你要是想睡觉的话，我们回房间睡，这太冷了。爹，是非无有交错，微微看心中火。是谁笑我人如梭，心如墨？是谁为生断人离合？漫漫长漂泊，也萧瑟。我不要你走，你别丢下我，你别丢下我！有没有人帮我？有没有人救我阿爹？有没有人？幸福的唐诗不朽。恭送谢侯，送谢侯，送谢侯！阿爹，为什么要让阿娘一个人住在山上？因为阿娘生前就喜欢依山傍水，看繁花似锦，绿草如茵。阿爹也喜欢吗？阿爹喜欢阿娘，所以阿娘在哪儿，
阿爹就在那儿，你要记住，以后要把阿爹和阿娘放在一起。那我也要和你们住在一起。在这个人心各异、豺狼当道的世道中，父亲您这一生臣服朝堂，征战沙场，只娶过一位妻子，得了我这么一个女儿。您无愧于君王百姓，只爱我与母亲，从未因没有一个儿子而苛责。您未曾忧虑过谢氏的香火无人继承，却为来日无人为我撑腰而遗憾。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人，怎么也寻不到一条出路？谢后的尸骨，你打算好如何安葬了吗？移棺葬玉养，遗骨回淮阳。天地存肝胆，捐躯赴国难。若能从万千水火中救我巢于一二，愿以我血建轩辕。若是100年以后，笔墨史书陈词，让人世世代代唾骂我朝，皆是贪生怕死之辈吗？收复失地，还于旧都，大业未成，是我无能。今日大业未成，自有后来人以我残躯化土，白骨为食，血肉筑梁，为后继者铺路撑墙。父亲，我带你回家。好久不见了，谢云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逆贼谢冕擅动刀兵，扰乱社稷，朕当亲率6师，秘密讨伐逆贼，3夜不返。朕定害于贼人之手，大位传于太子赵怀敬，钦此。谢小姐，仔细瞧瞧吧。敢问太子殿下，既是谋逆，收复燕云，夺回失地，当你如何论处？光复国土，那是大圣兵马、朝廷出行，与你们谢家有何干系？当真是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若这圣旨，我不认了。赵怀敬，今天我赶回来，你当真以为我什么准备都没有吗？是吗？那谢小姐，看看这个。小姐，小姐，快走！谢伯，孤听闻谢侯已经死了，想必谢小姐也不想让唯一的亲人惨死在自己眼前吧？反抗是死，束手也是死，不如放手一搏，你未必能全身而退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姑早就告诉过你，谢宇，你有今日，皆因你选错了人。善妒的冯碧罗，好色的冯祝九，护子的冯道烟，贪生的赵怀珠，还有自私自利的赵之定。谢宇，你有今日，
皆因你选错了人。谢侯还会回来吗？赐婚者的消息，往丞相府送一送。相爷，还有一件事。还有什么事啊？有贵客来访。贵客？韩琦，你来干什么？太子殿下知晓丞相苦于无计化回世子，特意命下官送来这些，或许能助大人一臂之力。三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议和使进京递上来的书信，让我看他们说的什么。公主联姻，他们居然想让我去和亲。唉，无奈之举。三哥也不想让你去北湖，可你是父皇唯一的女儿，这要是有个人能替你去就好了。这个谢冕，朕连下10道禁令，他都置若罔闻，执意挥师北上，陷朕于不义之地。他好大的胆子！这谢侯领兵多年，心气难免高昂，只怕父皇不亲自出马，他不会退兵。朕亲自出马？父皇亲自问罪，他不敢不从。再不济，这京中不还有个谢瑜吗？是你杀了皇上！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坐小伏低，隐忍蛰伏什么的，难道只有你与二哥会吗？为什么？你是皇上眼中唯一的继承者，你图什么？上有父皇钳制，二哥威胁，下有权势滔天的丞相和手握重兵的淮阳魏国豪，你说孤图什么？大魏与我不过咫尺，父皇却正值英年，久不放权。就算我来日荣登大宝，一个聚集财富、满朝党羽的丞相，和一个手握精兵强将、麾下10万淮阳军的魏国豪，孤斗得过哪一个？孤没有办法呀，谢瑜，孤只能低声下气的让你们去互相斗。无论死了哪一个，于孤来说都是好事。当然，最好的结果是你们所有人都死了，只剩孤一个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我竟不知道你还有这副模样。那在你们眼里，大圣的江山算什么？大圣的百姓算什么？我爹用命抢来的燕云16州又算什么？江山是祖宗基业，百姓不过奴仆。至于你父亲与淮阳君，他们弑君谋逆，罪流千古，孤居高位，容不得你们。不要！莲花！莲花！小姐，快逃！莲花！小姐，快逃！山河岛，血海城，千军坟，万古尘，一腔热血东流尽，满身肝胆猪狗吞。下忘情一杯，不如初见为谁回？淮阳君，给我杀！杀！谢瑜，谢家人的命不要了吗？淮阳魏国侯府，谢瑜依照祖训，为大圣斩宰。
功。花拳绣腿，来杀你足够。别以为孤败了，你们就能双宿双栖，做梦！太子，留到青山在，你先撤吧。那就一起死吧！不要！别想跑！谢宇，我这就带你去看太医，坚持住。暮色起，看天边斜阳。殿下待我恩重如山，谢玉一无所有，唯有这条发带，是我积极那年所修，还算干净。自此一去，生死自负。愿殿下早娶贤妻，一生顺遂，万千珍重。这花儿原来真的是我。小姐，奴婢耽搁了一下，您没有受寒吧？不妨事，我也是刚出来。刚出了洞，天还冷着呢，您可不能冻着。等一下。我这就回府了。公子若是一时半刻等不到人，不嫌弃的话，暂且御寒吧。姑娘好意，但是事关姑娘清誉啊。萍水相逢，举手之劳，就此别过，公子不必顾虑。不知姑娘名讳？淮阳谢绵绵。你此行御阳，是为尽孝，于情于理，谢侯已死，为国侯府连罪，我实无颜面再规劝你。谢宇，我只要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太华寺的那位神医，我又去求了几次，他终是肯点头出山，亲自为你医治。殿下的腿，来日若能重新站起来，大圣的锦绣河山，替我去看一看。既登高位，便行军事。为了一个女子，放弃江山，你可愿意？朕此一生，唯有谢宇，万死不悔。哪怕他会忘记你。是。桌上这盏灯，你带回去，以经血喂养9981日。81日后，你回到过去，他死而复生。代价是，你们死后要用生魂来续我的灯。好。元灭之时，我自来取。来时芳华
继续摆脱。望你不舍，寻你不休。花外人一笑，似浓淡相间，色相勾。任冰雪千匹琉璃舟，转朱自将灯尽。你确定想好了吗？天明必成灰土，刀弓何休？举手夜古破断，青蓝又照我。银灯家朝只云归洪流，千千万万次。如祭此事逍遥无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战成王祖宗庇佑，百姓拥戴，继承大统，登基为帝。今特册封谢氏独女谢瑜为后，母仪天下，执掌6宫，与朕携手共书大圣新篇。钦此。恭祝陛下与皇后娘娘琴瑟和鸣，永结同心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